今年的冬天又漫长又寒冷，现在都到3月中旬了。天气预报说下周还有几场大雪，然后气温会降到零下10度左右。大家好，和第一次观看我视频的观众们说一下，我这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中部偏南的地区，在大多伦多地区，是属于 USDA Zone 的5区。这里的话，其实冬天是最冷，可以降到零下30度左右的。但是过去2年，2024年、2025年的冬天都比较暖和，最低到达零下10几度，然后完了就往回升了。但今年的冬天是比较冷，下了很多雪，然后最低到过26、7度吧，就是夜里最低的那个温度哈，所以是比较符合这个区它比较典型的一个冬天的一个特点的。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室内种的一些花卉近期的表现，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我那些扦插的月季小苗在车库内过冬到现在的一个情况。关于月季小苗在室内过冬，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大家的反响还是不错的。如果您想再看一下那个视频，我会在这个视频的末尾把之前那个视频的链接放上来，您可以点击观看。然后首先看一下我家这棵栀子花，这栀子花的话，我现在给它换了个位置，原来是靠其他的植物比较近的，后来看它这个长得确实比较大，然后现在把它移到这一个独立的位置，希望能让它更好的生长吧。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冒出了很多花苞，密密麻麻的，但是它开的话还是开的比较零散，每次就是1朵2朵那样子冒出来。然后谢了之后，其他的花苞会接着开，这样子嘛也好。虽然我看不到这个种花一下子怒放的这个情景，但是我这个角落里始终有淡淡的花香，也是挺让人心旷神怡的。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室内花卉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红掌。这个红掌大约是3星期前吧，这个花谢了，最后给我剪掉了。之后过了差不多1个多星期、2个星期左右，它又冒出了3片新叶。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个就黄绿色的，有点那个很有光泽感的那个就是它新冒出来的一个叶子，然后紧跟着这叶子过几天它再会冒出来，就是它的花梗了。它每片叶子会跟着一个花梗长出来，成双成对哈，这个寓意也是很好的。和我家其他的室内花卉相比，这棵红掌真是不操心。它虽然就是被我摆在了阳光比较少的一个角落，但是还是能开出鲜艳的花，而且它休眠期极短，花期又很长，一茬花可以开大概2个多月。花败了之后，你把它剪掉，过1、2个星期又抽出了新叶，然后花梗。据我观察，它好像是一贯如此的，不是说这一茬就这样子。因为这棵是去年春天我朋友送给我之后，它到现在已经是开了4波花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家这个另外一款长得比较好的一个植物，这个是个绿植，叫绿萝啊。这个花在我家已经是长了很多年了。然后它那个原来的那个母本长得太长了，每次我把它剪下来，然后扦插出来很多盆。然后它那个扦插的那个呢，它有时候会长得太长了，然后我完了又把它修理一下，然后接着用修理下来的那个枝条再接着扦插，又长出来一大盆。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原来是源自同一盆的。绿萝的生长真是非常的不挑它的环境，非常适合那些家里环境种植植物不是很理想，或者是工作太忙，就是没有时间时时关注或者照顾它的植物的朋友。这棵绿萝在我家生长已经很多年了，有的分栽出来的盆是挂在这个光线很不好的一些地方的一些角落的，因为那些角落其他的植物是无法好好生长的，但是这个绿萝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在加拿大冬天非常漫长寒冷，夏天呢它又是比较高温的。我家这几棵绿萝是常年待在室内的，从来不拿出去的，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它健康生长。
刚才所提到的这几款室内花卉和绿植，我之前的视频对每一款都有专门的介绍和解说，包括它们的原产地、对这环境的要求、优缺点、养护的要点等等。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的频道内搜索一下，都可以找到。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几盆在盆里扦插的月季小苗在车库过冬的情况。这几棵月季小苗是我几年前扦插着玩的，没想到都成活了，而且都长得挺好的。然后我是每年冬天的时候，大约气温降到零下几度有那么一两天之后，我就把它搬到车库内。具体什么时候搬是要看当时的天气情况而定。像2024年冬天，它就来得特别晚，到12月中旬的时候才开始有几天晚上到零下几度，所以我是那个时候才搬进来的。但是到去年2025年，它就是冬天来得很早，11月初的时候就降到零下5度左右了。所以本来没打算那么早搬进来的，但是就是说担心它这个温度那么低会把那个苗的根系给冻坏，所以降到零下5度的第二天我就把它搬进来了。那个时候它的叶子都还没有掉呢，很多都还是绿的。搬进来几天之后，然后为了帮助它进入休眠，我就把那叶子都给撸掉了。其实搬进来之后，过了几天天气又回暖了，升到了大约10度左右吧。我当时其实还是有点担心的，就是怕这个月季是不是在车库内又太暖了。但是后来想想算了，就是搬来搬去太麻烦了，就是寄希望于车库空气的流动性，然后不会让它长出什么霉菌之类的。结果还是良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病变的情况出现。然后一直到2月初吧，今年2月初，经过了3个月，我一直是没有给它浇水。然后2月初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盆，然后看了一下它这个土，发现大部分的盆里头的土还是潮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是，就是冬天嘛，就它那个蒸发量比较少。第二个的话是今年可能这个下雪比较多，车库这个门有时候是会开一下、关一下那样子，那个潮湿的空气都会进来。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去年在这几个盆里头都稍微撒了一些 mulch， 就是那些碎的木屑。原因是去年夏天有段时间它这个盆土干得很快，很快它就都干透了，我就怕有的时候忘记浇水，那个这个苗给干死了，所以我就是稍微撒了一些那个 mulch。但是其中有2个盆，那个可能因为它那盆土比较少吧，它那个水分就缺失的比较厉害，我就当时加了一点点水。那么现在已经是3月中旬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是所有的这个盆里头始终都没有加过水。我是经常进出这个车库的时候都会用手那个稍微感觉一下这个盆土的湿润度，一直是它底下一定是有点润的，所以就不用浇水。而且从它那个枝干也可以看得出来，它那个枝干都是很挺拔很碧绿的，然后那个上面的小芽呢也是很饱满的。我这样子的话就说明它其实不缺水，没必要给它浇那么多水。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如果今天的视频给您提供了一点有用的信息的话，请您不妨摁下那个点赞的按钮，您的点赞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谢谢您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